这趟欧洲之行下来，雅子皇后算是彻底给日本皇室长脸了。前脚荷兰国宴上一滴眼泪圈粉无数，后脚比利时的欢迎晚宴一亮相，把压箱底近100年的全套珠宝都带了出来，直接又冲上了各国热搜。从6月13日到25日，德仁天皇带着雅子皇后出访欧洲，先后去了荷兰和比利时2个国家，这也是德仁即位之后第一次一口气访问2个欧洲国家。很多人都说，这趟欧洲行，雅子算是彻底放开了，不用守着日本皇室那套3步距离的规矩，不用一言一行都被宫内厅盯着挑错。欧洲讲究女士优先，合影她坐 C 位，入场她走前面，整个人松弛下来之后，连状态都跟着上了一个台阶，直接贡献了近几年最好的晚宴造型。6月23日晚，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玛蒂尔德在布鲁塞尔郊外的拉肯城堡办了盛大的欢迎国宴，正式款待到访的日本德仁天皇与雅子皇后。晚宴正式开始前，按惯例要拍全家福。这张照片一出来，网友先笑了。一是2国王室的身高差实在太明显，比利时全家都是大高个，玛蒂尔德王后裸身高就超过1.75米，踩上高跟鞋再戴上王冠，视觉上快1.9米了。站在前排几乎把身后的德仁天皇挡了一半。二是合影里雅子稳稳坐在 C 位，神态舒展，跟在日本国内永远跟在德仁身后3步远的样子，判若两人。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比利时国王夫妇的4个孩子全部到场，这还是4位王子公主第一次集体亮相国家级国宴，相当于正式对外宣布，比利时王室的年轻一代开始接棒外交场合了。4个孩子年龄从18岁到24岁，人生轨迹完全不一样。24岁的大公主伊丽莎白是王位第1顺位继承人，刚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毕业，一身藏蓝色晚礼服配专属王冠，往那一站就有未来女王的气场。22岁的加布里埃尔王子正在皇家军事学院读书，一身军装亮相，身高近1.9米，挺拔精神。20岁的2王子埃马纽埃尔因为确诊阅读障碍，从大学退学，没走政坛路线，专心搞音乐和艺术。最小的埃利奥诺公主刚满18岁，还在上高中，这也是她成年后第一次参加国宴级别的活动。当然，整场国宴最出圈的还是雅子皇后的造型，这次她直接贡献了近几年的最佳晚宴造型，穿一身白色修身蕾丝礼服，蕾丝的柔感中合了她偏英挺的气质，看着既端庄又温柔，刚柔并济。最让人惊喜的是珠宝，她不仅接着戴了荷兰站亮相的金银花王冠，还第一次把同系列的钻石项链、耳坠、手链全套都配齐了。懂日本王室珠宝的人都知道，这套金银花珠宝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王冠和项链的图案是完全镜像的，是典型的欧洲珠宝设计风格，在日本皇室的收藏里特别少见。这套珠宝的第1任主人是昭和天皇的2弟媳雍仁亲王妃氏金子。1928年她结婚的时候，宫内厅专门从欧洲定制的全套婚饰。后来是金子去世，因为没有孩子，这套珠宝就被收回到皇室珠宝库里了。再后来，美智子上皇后也戴过这顶王冠，但从来没戴过同系列的项链，外界甚至一直以为项链早就弄丢了。这次雅子直接全套带出来，等于让这套封存了几十年的完整珠宝第一次公开亮相。而且这顶金银花王冠跟我们熟悉的明治王冠、菊花王冠还不一样，那2顶是列在皇后官方20件传家宝清单里的，是标配，等级高，规矩多，什么场合戴什么都定死了。金银花王冠原本是亲王妃的私人物品，不在标配清单里，等级稍低一点，但好处就是没那么多条条框框，风格也更柔美，没有那么强的皇权符号感。2019年德仁即位交接珠宝的时候，美智子把这套一起传给了雅子，直到这次欧洲出访，雅子才正式拿出来戴，这也是她成为皇后之后解锁的第3顶专属王冠。比利时这边也毫不逊色，直接全员戴王冠出场，这种规格在今年的欧洲国宴里都很少见。分量最重的是玛蒂尔德王后戴的9省钻石帝国冠冕，
这顶王冠是1926年比利时政府和老百姓一起众筹，给当时嫁过来的瑞典公主阿斯特里德做的新婚礼物。上面一共11颗大主钻，分别代表当年的比利时中央政府、9个省还有海外殖民地刚果，所以叫9省王冠。它最厉害的是模块化设计，上面的钻石尖饰能拆下来，既能拼成完整的大王冠，也能拆成简约款，甚至还能整个改成项链和手链，一顶能当好几件用，是比利时王室的镇馆之宝。王储伊丽莎白公主戴的布拉班特月桂冠也很有来头，1912年英国珠宝商做的，铂金底座上镶了631颗钻石，造型是带着果实的月桂枝。月桂在西方就是荣誉和王权的象征。这顶王冠早就定好了，是伊丽莎白的专属。本来打算她18岁成人礼舞会戴的，结果当年因为公共卫生事件取消了，直到去挪威参加公主生日宴才第一次戴。这次接待日本天皇夫妇，是她带着专属王冠第一次参加国家级国宴，等于正式对外官宣她未来女王的身份。就连刚满18岁的小公主埃莉奥诺也解锁了人生第一顶王冠。这顶是布鲁塞尔老牌珠宝商做的，镶满了复古玫瑰切钻石，顶上的3叶草钻还能拆下来当胸针。2019年拍卖的时候卖了2.6万欧元，后来比利时王室买下来给他当成年礼。别看这场国宴珠宝耀眼，规矩森严，其实两国王室私底下是交往了几十年的老朋友。这场访问不只是官方外交，更是一场跨越2代人的老友重逢。这话不是空说的。6月20号，德仁夫妇刚到布鲁塞尔机场的时候，是伊丽莎白公主专程去接机的。这位身高1.75米的未来女王，见到德仁和雅子之后，俯身行了个标准的屈膝礼，还用英语说欢迎来到比利时。雅子见到他特别感慨，俩人聊了好一会儿哈佛大学的事。伊丽莎白刚从哈佛肯尼迪学院硕士毕业，而雅子当年读的是哈佛经济学系，算下来俩人还是跨时代的校友。雅子也特意给他送上了毕业祝贺，两人的交集远不止校友身份。德仁天皇在出访前的记者会上曾主动提及，2006年他带着雅子与4岁的爱子前往荷兰静养时，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一家也曾到访。当时几个同龄的孩子在城堡里一起玩耍，那段经历让他印象深刻。算下来，当年4岁的爱子与伊丽莎白公主如今都已24岁，时隔20年以成年人的身份在外交场合重逢，也让这次访问多了一层私人情谊的温度。2006年的荷兰之行对雅子母女而言都有着特殊意义。当时纪子妃正怀着悠仁亲王，日本国内围绕皇位继承的舆论达到顶峰，雅子的适应障碍症状也尚未好转，精神压力极大。荷兰前女王贝亚特利克斯主动发出邀请，让德仁一家3口以私人度假的名义前往荷兰静养2周，这也是日本皇室历史上首次有成员以疗养为目的出国休养，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讨论。那次行程中，德仁一家住在荷兰阿培尔顿的王室古堡中，雅子的主治医生也陪同前往。除了探望在海牙国际法院任职的小和田恒夫妇外，他们还与荷兰王室、比利时王室成员私下会面。当时4岁的爱子公主穿着浅蓝色连衣裙，和同龄的荷兰安玛利亚公主、比利时伊丽莎白公主一起在庭院玩耍，留下了多张非正式合影。对年幼的爱子而言，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海外旅行，也是少有的能像普通孩子一样自由玩耍的时光。对雅子而言，那2周也是她嫁入皇室后为数不多的能脱离宫内厅规矩束缚的松弛时刻。德仁与菲利普国王的友谊则可以追溯到更早，两人都曾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80年代就已相识，此后多年一直保持往来。1999年，菲利普与玛蒂尔德举行婚礼时，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德仁就带着雅子专程前往比利时出席，这也是雅子嫁入皇室后早期的重要外访活动之一。如今20多年过去，两人都已继承王位，各自的女儿也已长大成人，两国王室的交情也在2代人之间延续了下来。正是因为有这份长期的私交基础，本次访问的氛围始终十分融洽。国宴上的交流也不局限于外交议题，双方聊到了各自子女的成长、留学经历，以及20年前的古堡相聚。对雅子而言，欧洲的访问环境也远比日本国内放松。
欧洲王室遵循女士优先的礼仪原则，合影与入场时女性优先站位，她不必像在日本国内那样，始终亦步亦趋跟在德仁身后3步远的位置，整体状态舒展了很多。不少媒体评论认为，本次欧洲出访期间的雅子是她加冕7年来状态最好的一次。看着伊丽莎白和雅子聊哈佛、聊成长，很多人难免会想到爱子公主，同样是24岁，同样是国王的长女，同样受过顶尖教育，就因为两国继承制度不一样，两个人的人生从出生起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比利时早在1991年就修改了宪法，废除了仅男性可继承王位的规定，实行绝对长子继承制，无论性别，由国王的第一个孩子继承王位。因此，伊丽莎白公主从出生起就被确定为王位第1顺位继承人。2013年，父亲菲利普即位后，她获得了布拉班特女公爵的头衔，这是比利时王储的专属封号。按照目前的继承顺序，她未来即位后将成为比利时历史上首位女性君主。整个国家对此早已形成共识，没有任何争议。作为既定王储，伊丽莎白的成长路径完全按照未来君主的标准规划。中学就读于威尔士的 UWC 大西洋学院，本科考入牛津大学林肯学院攻读历史与政治专业，硕士阶段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同时还完成了比利时皇家军事学院的军事与社会科学课程，接受过系统的军务训练。兴趣方面，他擅长滑雪、划船与徒步，文武兼备，在比利时民众中拥有很高的支持率。本次接待日本天皇夫妇，也是他作为王储独立承担国宾接待职责的重要历练。反观日本的爱子公主，同样是天皇的嫡长女，却从出生起就被排除在皇位继承序列之外。现行皇室典范明确规定，皇位仅由男系男子继承，女性皇族没有继承权，且女性皇族一旦与平民结婚，必须自动脱离皇室，丧失皇族身份，没有任何缓冲空间。换句话说，爱子公主的人生只有2个选项，要么终身不婚，留在皇室做没有继承权的花瓶，要么结婚生子，彻底告别皇室身份，成为普通公民。但德仁与雅子并未因此放松对女儿的培养，反而一直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为她铺路。学业上，爱子就读于学习院大学日本文学系，成绩优异，毕业论文获得院系高度评价。2024年毕业之后，他没像其他皇室成员那样进宫内厅当官，反而选择去日本红十字会做非全职职员，从基层做起。这选择也不是随便来的，毕竟雅子皇后就是日本红十字会的名誉总裁，也算是母女俩的一种传承。公务层面，爱子近年来逐步承担更多职责。2024年前往佐贺县完成首次独立地方公务，参与传统手工造纸活动，与当地居民自然互动。2025年利用假期前往石川县能登半岛地震灾区慰问，在安置点蹲下身与坐轮椅的老人平视交流，细节之处尽显同理心，获得民众普遍好评。最出圈的还是2025年11月23岁的爱子单独出访老挝，完成了人生第1次独立海外正式访问。5天时间里，他拜会老挝国家主席，视察日本的援助项目，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全程用英语交流，还特意换上了老挝的传统服饰出席活动，特别尊重当地文化。按日本皇室的老规矩，公主第1次单独外访一般都要等到25岁以后，爱子23岁就成行了，直接打破了记录。回国之后没多久，他又第1次单独主持了面向16国驻日大使的招待会，全程英语交流，应对的从容得体，比宫内厅预期的效果还好。表现越好，老百姓就越喜欢他。根据2026年5月每日新闻的最新民调，72%的日本民众赞成女性当天皇，明确反对的只有10%。18到29岁的年轻人里，支持女性天皇的比例都快到90%了。专门问爱子公主的话，支持率也有68%。大多数人都觉得她有资格、有形象当天皇。反过来再看现在的皇位第2顺位继承人悠仁亲王，争议就没断过。小学作文比赛被曝抄袭，
升学全靠特别推荐，通道进名校，被网友质疑走后门。每次公开活动都紧张的不行，说话表达、外交能力跟同龄的爱子差了一大截。他爸妈邱小公夫妇也不让人省心，铺张浪费、滥用特权的新闻隔三差五就冒出来，连优人的成年礼都被骂违规操办。眼看着爱子的人气越来越高，民众支持女性天皇的呼声越来越响，邱小公家也坐不住了。最近这段时间，纪子妃频繁带着次女佳子公主出席各类公务，想靠佳子的外形和亲民形象拉回邱小公家的好感度，甚至还特意安排佳子跟着外交顾问学习正式场合的礼仪话术，试图打造王室颜值担当的人设，和爱子的人气抗衡。可佳子公主本身对王室公务兴趣不高，之前就多次公开表示想脱离皇室过普通人的生活，每次被逼着出席活动都神态疲惫，全程只有公式化的微笑，传播效果远不如预期。保守派那边的动作就更直接了，最近已经正式把就公家男丁收养方案提交到了国会总务委员会，打算从二战后脱离皇室的11个就公家的男性后代里筛选合适人选，通过正式收养的方式纳入皇室户籍，从根源上堵死女性继承皇位的可能性。这个方案刚一曝光，就引发了民众的大规模抗议，网上的反对请愿短短3天就收集了超过200万签名。可保守派完全无视民间的声音，执意要推进一程，民意和制度的对抗还在不断升级，一边是民心所向，一边是死规矩。现在日本国会也在讨论修改皇室典范，但保守派压根不提女性继承权的事，满脑子只有2个方案，一个是允许女性皇族结婚后保留皇籍，能继续干活，但还是不能继承皇位；另一个更离谱，想从二战后脱离皇室的旧公家后代里挑个男的收养回来继承皇位，说白了就是宁可找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也不能让女的当天皇。德仁天皇一辈子都克制谨慎，很少公开表态，却为了家人2次打破惯例。一次是2004年，当着全日本媒体的面说皇室环境否定了雅子的人格；另一次就是这几年多次在生日记者会上说，希望爱子作为皇族堂堂正正成长，继续发挥自己的力量。话说的温和，但态度特别坚定，明眼人都懂，这就是他在规矩里能为女儿做的最大争取，只是制度的惯性太大了。爱子的未来到底怎么走，到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从荷兰到比利时，12天的欧洲出访，雅子的状态始终在线。从荷兰国宴的金银花王冠首秀，到比利时国宴的全套珠宝配齐，再到各类公开活动中的从容应对，外界能明显感受到她的松弛与自信。这与他早年出访时的拘谨僵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雅子而言，欧洲更像是一个能让他做回自己的地方。这里有父亲职业生涯的高光的海牙，有他熟悉的外交语境与语言环境，有相处多年的王室旧友，也有更尊重女性的社交规则。不用时刻恪守3步距离，不用被盯着一言一行是否符合规矩，不用被反复追问生育与继承问题，他可以自然地与人交谈，流畅地使用外语，找回当年作为外交官的状态。嫁入皇室33年，她经历了太多，从哈佛毕业的精英外交官，到被规矩束缚的太子妃，从被生育压力逼到抑郁退隐，到加冕皇后逐步回归公务，从被全网指责不负责任，到成为日本皇室最亮眼的外交名片。她没有打破任何制度，也没有掀起什么变革，只是在规则的缝隙里一点点找回了自己的价值。就像他这次选择的金银花王冠，它不是等级最高的那顶，不是最耀眼的那顶，甚至不在官方标配清单里，但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韧性，有独一份的寓意。寒冬里蛰伏，春暖时发芽，不必张扬，自有力量。荷兰站的国宴上，荷兰国王一句提到他父亲的祝酒词，让他红了眼眶。比利时站的国宴上，他带着全套珠宝站在 C 位，神态从容。这一哭一笑之间，藏着他30多年的人生起伏。王冠之下，她首先是小和田恒的女儿，是曾经有外交梦想的职业女性，其次才是皇后。
本次欧洲两国访问结束后，德仁夫妇将于6月25日返回日本，等待他们的依旧是国内吵得沸沸扬扬的皇室典范修订，依旧是保守派与民意的拉扯，依旧是森严的皇室规矩。但至少这趟欧洲之行，让雅子短暂地跳出了皇后的身份框架，让外界看到了她身上除了天皇妻子、爱子母亲之外，属于她自己的光芒。两国王室的交情还会延续，两位同龄公主的人生也会继续向前走。伊丽莎白会沿着既定的王储路径，一步步走向比利时的王位，而爱子公主的未来，还在民意与制度的碰撞中等待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雅子走过的路、受过的苦、守住的底线，都会成为女儿成长的底气。就像忍冬花的藤蔓，总会顺着石墙向上生长，哪怕慢一点，也始终朝着有光的方向。